市的水，这是西洋棋吧？现在我们搭乘跨国的 FlixBus 前往瑞士苏黎世，因为我们回程的飞机是从苏黎世机场起飞的。简单看一下巴士上面的设备吧。在欧洲搭跨国巴士其实也是还蛮方便的，你不用拖行李。这班巴士的起点站呢是阿姆斯特丹，我们上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巴士上熟睡着，想必他们应该是连夜坐巴士从阿姆斯特丹到这边吧。如果你在巴士上是一个好睡的人的话，其实搭长程巴士还蛮省钱的。从科尔马到苏黎世，当时我们提早订票，一个人是14欧，车程大约是2个半小时。法国到瑞士这段边界，人是不需要下车过海关的。好，我们的旅游来到最后的2个晚上了。这一次我们从苏黎世回，所以我们住在苏黎世这边。厕所其实还蛮大间的哦，淋浴间也还蛮大间的，还不错。这边的柜子非常的多，这边还有衣柜，所以可以摆非常多的衣服。我们就是订一般的房间，这是一个大床，然后有一个沙发椅、桌子，然后冰箱、电视在这边，桌子在这边。饭店看出去，我们住在这边的3楼，应该就是台湾的4楼。这边是比较外围，从火车站坐电车过来，大概要花个20到30分钟。这边离机场比较近，我们最后一天早上11点的飞机，所以想说住机场会比较方便。这条苏黎世班霍夫大街是著名的商业街，两旁有许多高级精品店。还有这种车对啊，电动的，瑞士的嘟嘟车。突出的窗口的房子，有突出窗口的房子。现在我们要爬上去林登霍夫山。
边是最多亚洲观光客聚集的景点，因为右边那2个高塔在韩剧《爱的迫降》中有出现。从高处往下看，这里真的很漂亮。瑞士的水，看看瑞士的水是什么味道？瑞士的味道。瑞士政府很自豪自家的水质。这是西洋棋吧？你会玩吗？你会玩吗？不知道，知道怎么？你知道规则？这边好多不同的棋子，原来是瑞士各州的州旗。韩剧中也有出现这个景点哦。水好干净哦。苏黎世大教堂本尊在这里。然后你的是韩籍薯条，一起的。对，然后他给的酱是这一种。我点的是牛排三明治，我加点了一个薯条，给的是番茄酱。够了，要不要把它切开？它的面包有抹了好厚一层的酪梨酱，它应该有加那个沙沙酱吧，因为好像有番茄。这个是牛排，牛排煎的不是全熟。很软的。胃干干的。哦，好多肉，好多肉。全是猪脚肉，你再拿起来吃啊。哇，第一只了，下面的汁，然后肉给的蛮多的。肉蛮多。这个没有人。找到一家不是连锁的珍珠奶茶店，在小巷子里面。Tipp aufs Banner, um mehr zu erfahren. 我们在苏黎世喝的珍珠奶茶。我喝的是乌龙茶加珍珠，上面有cheese cake。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它的乌龙茶是有茶味的。这是我在各个国家喝过最贵的珍珠奶茶了。对啊，这一杯，因为物价的关系，这一杯要10.8瑞士法郎，大概就要300多块台币，这比台湾春水堂还贵。对，可是因为瑞士的物价本来就偏高了，还不错啦，有茶味。从饭店搭10号、12号就可以来到苏黎世机场咯。从我们饭店来大概10分钟，非常快。
去1吧。Get in。啊，对了，下面才是 passport control， 所以他先让你买完东西，吃个东西，然后再盖护照。贵宾室，这家贵宾室东西好少，不过它的露台可以出来看飞机。苏黎世，瑞士航空大本营。现在要去我们的登机门，这边有卖一点东西。我们的123在很后面。登机门，阿布达比40。在欧洲玩了4个星期，要回家喽。一样搭阿提哈德航空从苏黎世飞阿布达比，再转吉隆坡回到文莱。